那今天呢，我主要讲的就是关于短期国债，就是 T-bills。短期国债呢，今天主要讲7个内容，一个就是短期国债它到底是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买它呢？它有哪些优点，还有哪些风险？谁比较适合买这些短期国债？那其中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有什么样的期限，对吧？有各种不同的期限，最低的购买金额，关于税务的一些问题，还有大家好像对短期国债的 ETF 比较感兴趣，我也会说一下。然后呢，就是不同地区，比如说你有社会安全哈，美国的 SSN，或者在美国以外地区，还有一些呢是在中国大陆的朋友，那怎么样？就是这3类同学们呢，都是不同的方式，怎么来买短期国债？最后呢，我会实际演示一下，就是选3个，一个是官网，就是 Treasury Director，还有一个呢是 Fidelity，还有一个就是富途，然后演示一下怎么样实际的一步步来购买短期美债。因之前吧，我先答一下疑，然后之后我再实操演示，因为有些同学可能他已经会了，所以说，我把实操演示换到最后面。好，我们先讲一下概念。那短期美债的话呢，它就是美国政府发的一个借债的工具，那通常期限都是在1年以内的。那它呢，短期美债跟其他美债是不一样的地方，它是通过折价购买的。就折价发行的，它是以低于票面价值卖出来，然后到期了之后呢，就是以票面价值给你。这个我之后会跟大家详细的举例子来讲这个的，现在有个概念就可以了。那我们为什么买短期美债？它有什么优点呢？第一个当然就是它比较安全嘛，一个安全的点呢是它时间比较短，都是在1年之内的。第二个呢，它是美国政府信用担保的，那政府只要不倒，那基本上就是也能还债，特别是1年之内的短期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确定性比较强，因为你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收益是多少了，4.3是4.3，4.2是4.2，对吧？你就知道我这段时间之后我的收益大概有多少，可以收到多少利息了。还有个就是它流动性比较强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最短的时间是4周，然后最长的时间是52周。那你先，比如说是4周的短期国债的话，那不是很快一到1个月它就到期了，到1个月就到期了，是吧？这个就适合于你短期的来，就是一些流动的资金用来买它。还有就是税务上面的，所有的美债呢，它都有这个优势，就是它的州税和地方税是不用付的，你只要付联邦税就可以了。这个呢，也就是美债它和定存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而你说，哎，我买美债跟买定存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那唯一的区别呢，就对短期的而言啊，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定存它没有税务上的优惠，那美债呢是可以有税务上的。那如果你正好是在加州啊、纽约这种税务比较高的地方呢，那你就最好是能省一点是一点，是吧？好。好，那我们说完优点，说风险，其实，从我们刚刚说的安全性也好，确定性也好，其实美债它没有什么风险。但是呢，我还是给大家找了几个，就是你们在买之前心里面就是知道哦，有这么一些问题啊。一个就是机会成本，那现在短期美债它的收益率是4.3%嘛左右啊，那就是如果说，当时你这笔钱，比如说1万2万的，你去买了短期美债，但是呢，市面上比如说有一个，正好出来一个，比如说银行做活动，给你6%利率的一个定存，对吧？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投资机会，有5%的，那你这笔钱放在美债这边的时候，如果就是说你不去关心其他外面的投资机会，就一直在那边滚美债的话呢，你可能会失去其他机会成本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利率的变化。这个我是去年的时候讲我课程上面讲美债的时候呢，截的屏，这个是今年课程的时候截的屏，可以看到啊，去年8月份到现在它已经降了1个点了，也就是现在还是处于高利率的时间，那4.3左右4.3%左右利率也是挺高的嘛，但是呢，这个利率的话，其实它还是会变化的。那如果说之后美联储进一步降息的话呢，那我们的利率就是也是会减少的，这个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当然，虽然说利率会减少，但是呢，目前呢关税政策啊是怎么的，可能对经济会有影响，所以说可能没有那么快的降息，但是也要做好这个准备。好，那
之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货膨胀的。通货膨胀呢，对于你说买美债吧，问题不是很大，反正你通货膨胀管通货膨胀，钱不值钱，对吧？但是我美债还是有收益的。但这个时候大家就是注意另外一件事情，因为美债它不光是有短期美债，它还有抗通胀美债。我看大家有问我 TIPS，对吧？TIPS 它就是抗通胀的美债，还有抗通胀美债呢是 I bond，这两个在通胀特别高的时候，它的收益就会变高，特别是 I bond，它是在就是22年的时候，它不是美国这边通胀到9.4%的时候嘛，它的收益是10.14%。对，所以说，如果说通货膨胀特别厉害的时候，你反而是要去找抗通胀的国债，而不是短期美债啊。这个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有更好的投资机会，还有个是锁定期，这个不能说它风险，只能说大家投资的时候注意一下，因为美债嘛，它还是要锁定一段时间的，对吧？跟定存一样，那最少的时间是4周，其实已经蛮少的了。但是呢，相对于一些流动性更强的投资产品，比如说，有同学问我说是货币市场基金，对吧？它的话，货币市场基金的话，你就把钱存在里面，然后是每天算利息的。那就是随时可以取出来。那这个跟美债、短期美债比起来，它流动性就更强了，对吧？那它区别呢，就是它的收益可能没有那么高。现在货币基金的话，最高的收益可能也是4%左右。那短期美债呢，它是4.3%左右，那就是有这么点差别啊。还有就是货币市场基金，它是不省税的。好，这个是一个问题。好，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汇率的，这个是对于就是不在美国的同学可能会有受这个影响，因为说，哎，我在其他地方的利率没有这边那么高，我就把我本国的钱换成美元来投短期美债，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还要注意一个汇率变化的问题。美元的话，它其实这个是美元的 index 是 DYX，那它是对标六个就是应该说是6个货币吧，50%是欧元，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货币，所以说这个还算是相对准确的一个指标。你可以看到美元的它的一个汇率吧，它本身的一个就是它有涨有跌，你看跌的厉害的时候，它可以从100跌到这边90，跌个10%。当然长期来说的话，它还是稳定在100这个期间的。但是呢，其中还是有波动。那如果说是短期之内你要就是跑进跑出的话，你可能是需要一些技术，比如说炒汇啊、看图表的技术。但是长期来说，你比如说一段时间，放着的话，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啊。这个是汇率上面，如果你短期，如果这个钱，诶，我这个钱4周之后我要用了。然后呢，我4周之后要用了，我现在去把本国货币换成那个美债，然后去买4.3%的那个短期美债，那个你就不要用了，因为你4周时间可能还是会有汇率上的变化。你可以像看到最近美元它的那个汇率就是往下降了，挺厉害的啊。所以说短期的话，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政府信用的问题，其实问题也不大，就是美国这边它的债已经36万亿美元了嘛，非常高。但是呢，这个主要是针对长期国债，大家就担心美国会不会爆雷啊？那就是你这债那么多，对不对？到时候你还不出来怎么办？或者说你去印钞票了啊，然后把货币价值降低了，然后美元开始拼命往下降，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有，但是呢，这个对于长期来说风险就比较大了。但是短期你比如说是几周、几个月的话，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太大，因为再不怎么样，很快到期了，你的钱就可以用来其他的作用。那说了那么多，这个短期美债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哎，就是一个呢，就是可以作为短期的现金管理，就是时间比较短，你短时间内这笔钱不用，对不对？但是呢，你又不想让它躺在那边，然后一点利息都没有的，那你可以放到短期美债这边去。比如说，你小孩子今年要上大学了，要付学费了，比如几个月之后要付学费了，这笔钱，或者说，哎，我在看房子，这个时候我得把首付准备好吧？到时候进合同我就要那个，哎，付首付了。那这笔钱呢，你就可以放在一个比较短的短期国债里面。好。
好，然后呢，就是特别讨厌风险的，对吧？然后就是一点风险都不要，什么股市啊，你就算赚的再多，我觉得跌了，像现在市场跌个10%，我的心脏就受不了了，我就不愿意承担一点风险的。那你就可以配置一些保本的那个，像定存呐、短期国债呀、这些是我之前说的货币基金啊等等都可以，你就配置不同的保本的理财就可以了。好，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临时的资金，比如说你做生意的，生意上面周转的资金，比如说过段时间要去进货了，或者要去付尾款了等等，那你也可以放在短期的放在这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做资产配置的时候，你不可能全部都是高风险的资产，对吧？你可能还是要配一部分保守投资的平衡，特别是你比如说这笔钱快要用的时候，快到退休的时候啊，或怎么样，你得调整你自己的资产比例。这个时候呢，你是作为保守的部分呢，你也可以配置一部分，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些情况下面呢，就比较适合配一部分的短期美债。好，那我们之后说它的一些特点，拿那个思维图过来啊，债券、债，但是有价债券。OK，好，这个就是短期国债，就是 T-bill 嘛。然后那它的中文、英文是 Treasury bill 啊。短期美债的话呢，它有个时间分类，有些时候大家都觉得，哎，有些觉得你到底选哪个啊？4周、6周、8周，对不对？13周，还有半年的，就26周，像一年的52周，那你该怎么选呢？那如果说你是嫌麻烦嘛，你想说我可以选自动续购。就是我买了一笔了之后呢，它就不停的自己滚。因为你买，不管是在官网买还是在券商这边买，它有个就是说，你这笔结束了之后，你要不要自动买下一笔，自动续购？如果你说要的话呢，它就可以自动到期的帮你买下一笔，到期帮你买下一笔，这个就比较适合最短时间4周的。因为你钱嘛，你还是希望流动的嘛，你短期内可能要用到钱。那4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到1个月它就到期了。那什么时候你要用钱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自动续购的按钮关掉，那差不多1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这笔钱就到期了，你就可以用了。那平时呢，你就不用管它，让它自己在那边滚就可以了啊。这个时候就用自动续购的就比较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视频当中也提到过，就是阶梯购买的，就是用4周、8周、13周的这个配着一起来买。这个的好处呢，就是它我先来跟你们讲这个自动续购是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阶梯法是怎么做的？就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本来准备买国债的钱嘛，你分成3笔，比如说我这边就举例子3万、3万、3万这样子，你同时买4笔国债，就是4周的、8周的跟13周的，同时买入，买入了之后呢，它当然是会根据不同的时间到期，是吧？然后呢，第一笔当然是4周的时间到期了，到期了之后呢，你就把这笔钱连上它的利息，直接去买13周的短期国债。然后呢，买的时候你就点自动续购，也就是说，等到这笔13周到期了之后，它就会自动买下一笔13周的啊。然后呢，再过了几周，然后8周的就到期了，对不对？同样的，把本金加利息去买这个13周的国债，然后同样点自动续购，然后之后就不用管它了。那最后一笔当初第一次买的13周国债也到期了之后呢，然后同样是本金加利息，然后继续买13周的，然后也是自动续购。那这之后这3笔不是全部都是自动续购的吗？然后它就不停的在滚13周、13周、13周，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阶梯法刚开始用的时候有个好处，就是说它每一笔都是每隔4周到5周的时间就到期了，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国债通过阶梯法了之后，你的流动性就比较强了，就像4周的一样的，过个4、5周它就到期了，对不对？那同时呢，因为13周的国债通常就是不波动的情况下，它的收益是会比4周的要高一些些，没有高太多，但是会高一些些。对，所以呢，就是你就是利率上呢，你是享受到一些比较高的利率，但是时间上呢，你又有流动性啊，这就是阶梯法的好处。然后讲完阶梯法，当然还有就是你可以根据你需要购买，你说我不想麻烦了，我比如说一笔钱半年到期的，或者1年到期的要用的，我就直接买一个半年或1年的，可以吗？那也可以的，就是按照你的需要买就行了啊。好，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买国债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哎，就会有人问我了，就是什么叫折价买？折价买不是给利息吗？那为什么又说到折价买了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是
票面价值，比如说一笔国债，对不对？它是1000块钱的票面价值，但是你买的时候呢，你不是付1000，你是付一个打折的价钱，就是950块钱来买它的。然后，那你实际上你这个实际上收，但是到期了之后呢，你拿回来的钱是1000块钱，也就里外里你就拿到50块钱利息。那这50块钱利息收益率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你的利息除以你实际购买的价格，然后差不多就是5.26%这么一个收益率。当然，这个是比较粗糙的啊。我们说一个实际上的案例，就是我们从官网上面拿一个数据，就是最近的，就是2025年3月13号，然后刚刚就是成交的一笔国债，短期国债是13周的。这笔国债呢，它的收益率在4.304%，就是4.3%左右了。然后我们点开来的话呢，可以看到它里面就是说，它实际的价格就是每100元。100美元的话呢，它是你实付的话是98.938333这个价格，就是折价就是这个价格。那怎么样从这个98点几，然后推算到4.3%呢？这个是可以推算出来的。我们很快的算一下啊，我给大家看这个公式，大家可以截屏。那之后如果你觉得你的利率不对，或者说觉得想算一下的话，你就可以套这个公式了。就是票面价值100，然后购买价值98点多嘛，那相减一下的利息就是1点多，对不对？那因为它是13周的国债，那13乘以7的话是91天。好，我们这个利息呢是91天的利息，就把利息除以91，就得到我们具体的利息了。然后呢，那这每天的利息是0.11多嘛，然后乘以1年365天，好，那每年的利息就出来了是4.258等等的啊。然后呢，这个1年的利息除以当初我们的购买价格就是98.93多。然后得到的年回报率是4.304%啊。那因为短期国债它是没有票面利息，它就是折价买，它没有平时给你利息，对吧？然后所以说你的总收益呢，加上一个没有0的票面利率呢，你的总收益就是4.304%。那如果之前我们看到的话，也可以4.304%啊，就是这么算出来的啊。大家可以就是看这样子。好。然后我们说完这个概念了之后呢，有个限额的问题，就是最低购买额度。刚刚呢，就是我们看到官网这边呢，它是写的是100，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官网就是 Treasury Direct 的买的话呢，你最低100块钱就能买了。但如果说你在一般的券商这边买的话呢，特别是美国这边的券商啊，它起买金额都是1000美元这样子。好，那最高额度是多少呢？最高额度非常高，是1000万美元。那之前有人问我说，这个美债的最高额度不是每年1万美元吗？那是因为你们和另外一个搞起来了，就是跟这边储蓄国债这边呢有 I 棒跟 EE 棒嘛，他们只要是储蓄国债，它的每年最高的额度是1万美元啊。那个时候抗通胀，通胀特别高的时候，大家都去买 I 棒。那个时候呢，这个 I 棒只能一年买1万啊，多了不让买。但是其他的像这种有价债券这些的话，其实没有什么限额，你多多买，他们都很欢迎的，就是非常高的限额啊。好。好，还有就是刚刚同学说的税收的问题了啊。我们这边来说，为什么我说要分开来看呢？是因为对美国的税务居民跟非税务居民呢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说是税务居民，对吧？就是你得报税的，每年都要报税的话呢，他呢就是你就报税的时候，你说我有这些美国国债的收益的话呢，你是要付联邦税的。但是呢，你不要付州税和地方税啊，州税和地方税都不用付，只付联邦税。你把这个税表到时候1099那个 interest 这个国债的税表给你的报税软件也可以，给你的会计师也可以啊，它就自动就会帮你算出来了。好，这是美国的税务居民。那你说我不在美国的，我不住在美国的，我也不是美国的税务居民的话呢，那是怎么样？你肯定是通过券商买的，对不对？然后你是1分钱的税都不用交的。因为非美国的税务居民，你在买国债的时候，你是属于 interest，也就是利息的收入。那这个呢，特别是国债的利息收入呢，你是不用交任何税收的。我知道，你们在国际券商这边的话，它有了一个代扣税的，就是根据你不同，比如说你在中国大陆是扣10%的税，对吧？在香港、台湾啊等等是扣30%的税。但是呢，就是你如果买美债的话，你是不需要
扣税的。如果券商扣你的话呢，你要去跟他的客服说，让他退还给你啊，这个你们注意一下。好，这就是税务上的问题了。我们讲完基本概念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讲购买的方式。购买方式，那短期国债它购买呢，它是有个流程的啊，就是是这样子，就是不管你是在官网这边买还是在券商这边买，它都有这几个日期的。第一个呢就是出公告，就是英文叫 announcement date，然后呢就是这边券商说。发一个公告说我要发一笔短期国债了，虽然他一直在发啊，但是他就出个公告说我什么时候要发笔短期国债了。OK， 好，它发出来之后呢，这个公告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买了，就这笔你就可以去买了啊。然后这个下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出通告到拍卖之间的这段时间，你是可以买的啊，可以下单的。但是它一旦开始拍卖，你就不能买了。到拍卖日期，也就是 auction date， 拍卖日期这天，你就不能再进行购买了动作了，只能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进行购买啊。然后呢，拍卖那天呢，然后就是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是那些大的机构跟券商他们跑到那个官网那边，然后一起去竞拍竞标，比如说是 Fidelity 啊，高盛啊等等的，对吧？他们就去竞价了，然后出不同的价格，然后他们竞价完了出结果了之后呢，你会在官网看到一个平均的收益率。也就是说，你在官网买的话，就按照这个平均的收益率，然后给你就是价格。所以我们在官网这边的时候，你看啊，这是官网 Treasury Direct， 对不对？然后这是近期拍卖的 bill， 就是短期国债。那你可以看到 investment rate， 这个就是平均收益率，也就是说你在官网买的话，就是这么个收益率。那这边怎么会有个 high rate 呢？就最高的利率呢？就是说他们就拍卖的时候，就是价格有高有低嘛，对吧？然后它就有个最低价。就有个最低价，到了这个之后呢，就是以上的我们都收，以下的我们都不收，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个两个价格会有区别呢？其实它的差别应该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但这边看上差别有点大的原因呢，它是它的计算方式不一样。High rate 的话，它是乘乘除除用的是360天。然后 investor rate 的话，好像是用366天，我记得短期国债是用366天，所以这就是有点区别啊。但是没有关系，就是大家如果是在官网买看利率的话，就看后面的 investment rate 这里就可以了啊。好，这个是跟大家提的注意一下的事情。然后呢，如果说你是在券商这边买的话呢，那你就等你家的券商拍卖出来什么价格，那你就拿什么价格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官网你拿的是平均价，然后券商呢就看你的券商本事了，他能拿到什么价就什么价，但基本上差别都不大，很小很小的差别啊。好。然后之后还有个日期呢，就是 settlement date， 就是 issue date， 或者有的地方叫 issue date， 也就是说我拍卖了到开始就是具体的结算。就是又要过一段时间，过个1-2天这样子。也就是说，我拍卖完了，我要整理整理，对不对？然后我要开始帮你算利息了，不是拍卖完就算利息了，而是拍卖完等了2天，到结算这天，就是 issue day 这一天呢，才算你的交易正式完成了。该扣款扣款，这钱从你的账户里面扣出去了啊，去买了国债。然后之后呢，这边为什么？没写，就是开始算利息了，就这一天才是开始算利息，就等了一大串，到结算日就是这天你才开始真正算利息了啊。然后之后呢，还有个到期日，就是到期了，然后你的钱就会拿回来了，这样就是一个购买流程。接下去看怎么样购买啊，这个呢。应该说是不同地区的同学是不同的一个购买的方式。如果说你是有美国社会安全号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比如说你就可以在官网这边买，就是我们刚刚看的 Treasury Direct 这边来买了。那如果说，你说我不想在官网买，我在券商这边可以吗？当然可以，你就找个你喜欢的、方便的券商就可以了。那美国这边资产排名前5大的啊，只是限美国地区。那个全世界的话，还有个比较大的就是瑞银也是很大的嘛。那美国这边最大的就是这5家了。这个呢是嘉信理财。那大家方便的话，你就选自己的方便的就可以了，好吗？都可以。这个是Merrill 的话是 Bank of America，就是美国银行的。然后
Chase 就是大通银行啊，Vanguard 是比较多的是先锋领航吧，它比较多的是退休账户，嘉信理财的话，它中文界面还蛮友好的，大家用起来还蛮方便的。那所有这些券商呢，它都应该是你买美债它是不收费的，而这样子啊。如果你是在美国的话，有社会安全号的话是不收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社会安全号，在美国以外买的话，它应该还是要收点钱的，收点手续费的。好，这个是有社会安全号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没有社会安全号，你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在加拿大啊、澳洲啊，你说哎，我想买点美债，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啊。然后这个呢，就是你要通过国际券商来买，然后是通过就是护照来开国际券商的户，然后通过他们来买。那你可以就比如说是通过我知道就是有美债的话呢，一个是富途，一个是盈透，都可以买哈，富途跟盈透都可以买。然后富途的话，我们给你看一下。然后呢，你进去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用护照开户了。开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为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呢？因为它现在有个8.1的那个利率，虽然时间不久啊，是3个月的时间，它有个货币基金，你钱放在里面呢，它可以给你8.1的一个收益率，然后3个月之后它就回到了4.1%了。所以说，如果说哎你不在美国地区，在美国地区也可以，你有闲钱的话呢，其实这个羊毛还是可以薅的。8.1的话，它是截止到25年的3月31号。截止啊，到之后3个月之后，它就回到4.1%了。那目前的美债是4.3，它的话是货币基金是4.1，就这个区别。然后它同时，你比如说放2000以上的话，它会送你30股的股票，它是可以买美债的。之后我会演示一下怎么买。还有一个是盈透，盈透的话呢是最大的一个国际券商，也就是说，它这边的话呢，什么产品都有，你做股票啊、期权呐、杠杆啊，然后换汇啊都有。盈透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你换汇很便宜，比银行便宜，这个是就是基本上都公认的。还有就是你保证金的账户，就是它的利率比较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而且呢，就是你把钱如果放在里面的话啊，它是给你利息的，就是它是分的，比如说你10万以上，它给你多少利息。放在里面就给你利息，那10万以下或者是2.5万这样子，它给多少利息是分不同层级的。这个的话，如果说你要通过盈透来买，美债的话呢，就是它也有这个好处。还有一个呢，就刚刚没有提到，就是中国大陆的朋友们，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因为资金管制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开国际券商的户了然后就是需要有个存量证明，但是就是比如说是2023年5月之前吧，你在券商这边开过户了，要有这个证明，而且查的越来越严。比如说有些人说我 PS 张行不行啊？其实好像就看技术了，对不对？很多也不通过，但是少部分可以啊。那怎么办呢？就是很多都不行的情况下呢，至少目前盈透还是可以的啊。你盈透的话还是可以，好像是不要存量证明，然后直接就是通过盈透来开户的。那你大家现在趁着还能开的时候，可以去试一下。好，这个是购买方式。那之后呢，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会实际演示的话，我就是3个银行，一个是 Fidelity 一个是官网 Treasury Director，还有一个就是富途，这3个我会实际演示一下怎么样购买。最后好吗？OK，好，那这个讲完了，我们再讲下面的话，就是讲 ETF。OK，ETF 的话呢，短期美债的 ETF 呢有这些。刚刚有同学问我说，哎，ETF 的话，SGOV 有比 SGOV更优的方式嘛？就是买美债 ETF，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比较大的美债 ETF 就这几个，然后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发行商的。那费用上面呢，确实是 SGOV 它的费用是最低的，是0.09%。那其他2个的话，费用就相对高一点了。那近1年的收益呢，可以看到也是SGOV 比较高一点。所以说，如果你选美债 ETF 的话呢，就 SGOV 还是可以的，好吗？但是呢，你买美债 ETF 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它这个时候它就算 dividend 了也就是你的股息收益了，不算作是利息收益了。也就是说，你得付税。虽然说他说你如果说，哎，我这里面多少全部都是美债，我要去跟券商去跟 AIS 说我要省这笔税，可以吗？其实好像也能这样做，但是呢，你得自己去找
证明这个钱是大部分买美债的，然后去给 IRS 申请，反正过程很复杂，也没有什么教程，我也没干过这事儿，所以就如果想省税的话，就避免直接去买美债就可以了。但是想图方便的话呢，买 ETF 也是可以的，好吗？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实际的操作，那我们先讲官网。那官网的网址呢，就是 Treasury Director， 然后之后呢，我们首先第一步你要登录，对吧？然后 log in。有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在官网购买的话呢，你是需要有社会安全号的啊。这个时候如果你已经有账号的话呢，你就直接登录，点 Next 登录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呢，你就点这边就是创建一个账号。OK， 好，我们这边点击创建账号，看看需要哪些材料。那它这边注册的步骤也挺简单的。那首先第一步呢，就是选择你的账号类型，我们一般都是选择个人，然后提供这些信息，就是或者是社会安全号 SSN， 如果你是企业的话呢，提供你的企业号是 EIN， 然后你的 email 地址，你的银行的账号和它的那个 routing number， 这个的话你看得仔细点，不要写错，因为我看到有同学留言说，他写错了怎么办？写错的话就挺麻烦的，你需要去下载一个表格，然后说你要修改银行信息，把表格填完了之后，然后还要到你自己的银行那边去公证一下，之后再寄回给那个官网，它通过了之后呢，你才能改你的银行信息，就挺麻烦的。所以第一步做的时候，我们就多检查几遍。然后最后呢，就是你设置你的一些安全问题，比如说是密码啊，然后安全问题等一等，好吗？然后那我们看上去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点申请 Apply Now。那申请了之后呢，第一步就是选择你账号的类型。那我们一般都是选个人啊，用社会安全号来开账户。好，下面没问题，我们点 Submit。这边呢，你就填名字了，然后社会安全号、生日这些红心的地方你是需要填的，地址、电话，然后还有银行的名字、银行的 routing number、account number， 然后你银行上面就是你的名字，就是这个账户是在你名下的嘛，你的名字，然后还有那个银行的类型是 checking 支票账户呢，还是 saving 储蓄账户。全部填好了之后呢，你在这边 check 一下，就是说你这边都读过了没有问题，然后按 submit， 那你的账户就创建完成了。那账户创建完了，登录进去了之后呢，然后可以进入到你的账户主页，在这边呢，然后你点击这个 By Director， 就是你直接购买，点击它进去。进去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国债，短期、中期、长期、浮动利率、抗通胀的和储蓄的。那我们这边呢是买短期国债，所以说你点击 Bills 就可以了。然后点击完了之后，直接点下面的 Submit。在这个页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短期国债，比如说是4周的、6周、8周、13周、17周、26周跟52周啊。然后那你就选择一个你想要购买的时间，比如说最近的一个4周的。然后之后呢，我们往下看，这边是你购买的金额。那在官网的话，最低购买金额是$100，当然你1000、1万、10万都可以啊，那随便多少。然后这边 Source of Fund 呢，就是你的资金从哪里来。当初我们在注册的时候有填写银行的信息，那这边呢，你点开来，里面就有你当初填写的银行信息，从那边进钱就可以了。那然后继续下去，你说，这边你要不要 reinvestment， 就是续购？那你可以选 no， 不要。然后你如果说 yes 的话呢，他这边说短期国债的话，最多就让你2年自动续购。那超过2年了之后呢，它就停止自动续购了，你可能要回来重新买一笔，然后再进行设置啊。那所以说你这边的话，你可以填，比如说1年的时间就是12次嘛，那2年就是24次，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那payment 就是说钱到期了之后，它回到哪个账户里面去？因为短期国债它是折价购买的，所以呢，就是它没有说分利息和本金分2个账户这样的选项给你，它只有一个选项，就到期了之后这个钱回到哪个账户里面去。当然，如果你选择自动续购的话，它就不会回到你账户，它就直接在
就是官网里面，然后不停的轮到最后到期的时候，它才会回到你的账户当中。那这边呢，选择应该也就是当初你设置的银行，然后选择就可以了。然后看一看没有什么问题，你就按提交订单就可以了。那我们看一下 Fidelity 怎么样买短期的国债。那首先呢，我们登录到 Fidelity 里面了之后呢，你点它的 News Research 里面点固定收益的产品，就是 Fixed Income Bond CD， 点进去我们就到这个页面了。那这个页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首先是以 Yield 的就是收益率来排比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固定收益的产品。那第一排的话是定存 CD， 然后第二排呢，这边是美国国债，从3个月的一直到30年不等。那 US Treasury Zero 的话是表示是零利率的国债，也就是说它不给你利息，你只是获得它的一个差价，就是你买卖它的话，你可以看到吗？它这边的收益会比你直接买国债高一些。那高出的部分呢，就表示就是它把收益就是股息把利息这部分已经去掉了，那你获得了之后就是买入跟卖出之间的差价。好，那下面呢就是一些比如说是机构债、公司债和市政债等等。那今天我们就先不说这个。那我们怎么买短期国债呢？短期国债当然你可以在这边买3个月、6个月、9个月或者是1年时间的都可以，但这边买的呢是二手国债，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你想要买时间更短的，或者说是新发行的国债呢，然后你点这边就是 New Issues， 那进入了 New Issue 就新发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点这边 Treasury 就是国债，这边呢有6个，那现在是2025年的3月6日周四，那一般在周二跟周四的时候呢，会发行蛮多的4周的国债，这个时候你过来找，不管是券商还是官网，都可以找到一些新发行的短期国债。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第一笔呢，就是一个6周的国债，可以看到它到期日期是2025年4月24日，那期望的收益呢是4.283%。这个为什么说是期望收益呢？因为它现在还没有拍卖，要最终拍卖出来了之后，我们才知道结果收益是多少。但是它给的预期收益呢，特别又是短期国债的话，其实最终的结果和这个都差不了多少的。那个Call Protect 它写 Yes， 也就是说这个是不会被召回的，短期国债都不会被召回的啊。然后这边是 Auction Date 的话是拍卖日期是3月11日 ，Settlement Day 呢，也就是说你这个拍卖结果出来了，正式开始计算利息的那一天呢是3月13日，也就是说你的收益是3月13到4月24号这一段时间6周的时间是给你这个收益的。那如果说我们点进去看细节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看一下细节啊。没有太多内容，那这边呢就是一个编号，就是912797NC7，这个是每个国债的唯一编号。这笔国债呢，它就是这么个编号，和官网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那预期的收益、到期日期，下面的话没有太多的。有人曾经问号，这2个就是 CUSIP 编号跟 ISIN 编号有什么区别吗？唯一的区别呢，就是他们其实你可以看到嘛，后面是一样的，只不过 ISIN 的话多了个 US 啊，只不过就是说这表示是美国发行的一笔国债，只是这样子的区别而已啊。然后最低购买额度的话，它这边没写，但是券商这边一般你购买的话，最低购买额度一笔是1000。其实这笔订单，我们看好这个订单号啊，我们到官网的话，也就是 Treasury Direct 的话，我们可以找到相同的订单，也就是 Auction 就是拍卖嘛，然后你到Upcoming Auction 就是即将开始的拍卖当中点开，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界面了。这个界面呢，然后就是有近期需要进行拍卖的国债，我们可以看到有短期的 Bills， 也就是6周、13周、26周，然后也有中期的3个月跟9年、11个月，其实也就是10年了。然后还有长期的，其实就是30年的。这一些的话，我们可以看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笔，你看912797NC7，对不对？和这边的编号是一样的 ，OK。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呢，它的拍卖日期
跟正式的发行日期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还要再看一下细节的话，你可以点开这个 PDF 文档，6周的，你点开了之后呢，我们看这边我已经点开了啊，就是一个 PDF 的关于这个国债的一些官网发出来的细节。然后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购买呢，然后你就直接点击购买按钮，点击了之后呢，然后到了购买页面，然后这边 account 你就选择一个你自己的券商账户。然后这边呢，你要购买的话是多少笔？可以看到它是一笔的话是价值$1000的价值。如果你说我只买一笔的话，你就按 N1。然后这边是 Auto Roll， 就是你要不要自动续购。那如果说你是说，你想要自动续购，然后钱放在里面，到期了它就会自动买下一笔6周的，因为这边是6周的嘛，自动买下一笔6周的话呢，你可以选择 Yes， 然后它之后就是到期了会帮你自动买下一笔。那自动买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你只要不取消，它就一直买下去啊，不停的买，直到你说你跑到你账户里面去说我要取消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它就会到期了之后，它就钱就自动回到你的券商账户，就不会再自动续购了。那没有问题的话，你就点 Preview Order。再接下来呢，就到了最后的预览页面，然后你看一下期望的利息，然后是购买的数量我这边做实验我就只购买一笔了，然后订单号等等的。最后呢，就是交易日期是3月11号正式的就是拍卖，然后3月13号的时候呢是正式生效。因为我这边做实验，所以说我就自动续购，我就是打的是 No。那如果说你想要自动续购，你那个时候点 Yes 就可以了。那看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呢，你就点 Place Order， 就是下单，然后就完成了。那如果说你没有社会安全号的话呢，可以在富途牛牛这边开户，然后购买短期的国债。那首先呢，就是你注册，然后入金了之后，下载它的软件。下载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在软件这边呢，可以看到它这边有理财这个选项啊。理财当中有各种各样债券，然后还有那个货币基金等等的。那我们就是先到债券上面，债券这边点击进去。进去了之后呢，这边有各类的，有美国国债，然后呢，我们先这样子直接点美国国债这个选项，然后进入。进入之后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中长期的国债，然后其实这个是有一些那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因为你看它都是说中长期国债，然后利率也不一样，收益也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你其实最主要的呢，不是看这些前面的内容，而是你要看它到期日期。你可以看到它到期日期都不一样，然后你根据到期日期选择你觉得合适的就是锁定时间，因为比如说第一笔是2025年5月31号嘛，然后也就是说现在是3月份，对不对？就2个月之后到期。那你看就是一个其实就是看它到期日，第二个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它的收益率是多少。那它这边到期年化收益率是 4.39， 那差不多也就是这么一个收益。那我们往下面看的话呢，可以看到就是这边是按照北京时间进行交易的，然后面值呢，然后1000起购，然后可以每100来增加。那你说我一样买了，我买一个时间长一点的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那你还是回到那边美国国债的时候，你选一个你合适的时间，比如说选个1年的时间好了。点进去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到期日期是1年之后，就是26年2月15日，到期的年化收益率是 4.19%然后的话，看下面的费用呢，其实跟刚刚是一样的所以说没有什么问题呢，你直接点击交易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呢就讲到这边了。那这个呢主要是我近期的一个直播的剪辑，加上一些录播的补充。那我主要剪辑掉的是一些大家的问题，可以保证教学的完整性，然后时间也会比较紧凑一点。那如果对于完整的直播有兴趣呢，可以点击我频道里面的直播，就可以看到当时比较完整的1个半小时的直播了啊。好，那就这样子了，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